以太坊 ETF 上市后，灰度有多少抛压？门头沟正在抛售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先看到，以太坊 ETF 在第一天的交易量就来到了11.3亿的美金，这是非常夸张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比特币在第一天的交易量也只有40亿美金，也就是以太坊现货 ETF 的交易量已经来到了比特币现货 ETF 交易量的28%，这个是远高于大家的预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主流媒体的预测？那么预测值呢，大约是15到20%的交易量左右。不过我们昨天居然冲到了28个百分点。那我们其实在之前的影片、之前的直播也有提到，我们认为在20到30%是比较合理的。20到30%左右，大概是1/5到1/4的这种区间是合理一些的。那其实最终的这个比例呢，也是很接近我们的预期，甚至有高于我们的预期一些。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以太坊的现货 ETF 在传统金融呢已经刮起了一阵旋风。这个图表呢统计了美国在过去的1年内上线了600档的 ETF。那么如果以第一天的交易量来做排名的话，以太坊现货 ETF 们可以排在多少排名呢？我们可以看到贝莱德的 iShares Ethereum Trust 排在了1年以来上线600档 ETF 的第1名，第2名就是富达的。那你可以看到 Bitwise 排名在第5，并且灰度的排名在第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现货 ETF 它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骚动。因为在过去1年600档的 ETF 里面以太坊的这几档都是名列前茅的。那这个图表呢，它当然是排除了比特币的，因为比特币的呢那更夸张。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们比特币，我们拿流入最多的一档，交易量最多的一档，也就是贝莱德的iShares Bitcoin Trust， 我们拿去跟 QQQ，QQQ 也是一档追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纳斯达克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念得出来，美国有名的那几只公司、那几档股票呢，都是纳斯达克的成分股。追踪纳斯达克的 ETF 的代号呢叫 QQQ， 它的过去这段时间大概半年的时间的交易量是188.9亿美金。那么贝莱德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交易量呢，来到了189.6亿美金，也就是大于纳斯达克追踪的 ETF。这是相当夸张的数据了。那么我们说完了交易量，也就是市场的热度，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ETF 的流入量。我们可以看到呢，在7月23号第一天其实我们就正流入了1亿美金。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灰度的抛售其实也有出现，它也有出现，可是它的影响呢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你可以看到灰度它也流出了5亿美金5亿美金，大家要知道5亿美金，我们现在可能会用比特币的概念去推估以太坊，对不对？可是其实这绝对是有缺失的，因为以太坊的市值呢只有比特币的1/4，所以这些影响呢其实都要乘以4倍，会比较合理一点。实际上其实是要更多的，因为以太坊它有很多的流动性呢是被锁定下来的比如说去锁仓啦等等的，因为以太坊其实是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在的。这个是比特币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所以以太坊的流动性其实是要更少的。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灰度在第一天就流出了5亿美金我们要知道5亿美金这是什么样的概念这是以太坊我们要乘以4倍，相当于在比特币流出了20亿美金那么灰度在24号呢，昨天也流出了3亿美金左右这个单位都是 million 美金的 million 3亿美金左右那你在相当于在比特币流出了12亿。不过你可以看到昨天贝莱德一间就流入了2.6亿对，非常多，然后再加上 Bitwise， 所以其实昨天还算是整体净流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下贝莱德的数据。不过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2天的数据统计下来呢，其实灰度流出的状况对于市场影响程度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先回到比特币的盘面比特币之前在上市过后的流出呢，它基本上砸盘是集中在前2天，前2天砸的最夸张。
那我们前2天你可以看到以太坊的数据，其实下跌的幅度有出现啊，可是流出的量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市场的韧性啊，市场的这个弹性其实还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哦，我们在昨天就流出了1.5个亿的美金。你可以想象，因为以太坊的市值是比特币的1/4，所以我们这个影响要乘以4。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比特币一天流出6亿，那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影响？那可见以太坊它现在的流出呢，其实就情有可原了。而且我们也不要小看这样的下跌，其实我们从最高点呢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也下跌了11个百分点，其实也是很多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们注册下方的 Bybit 链接，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可以获得$500的仓位，你可以选择做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多空全部都可以。那赚钱的你可以提币，你只要上涨10%，你就赚$50。那如果说输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门头沟的数据，其实门头沟呢非常变态门头沟在昨天呢又转移了接近$30亿价值的比特币去了 Bitstamp 邮局。其实邮局是一间非常非常老的交易所。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的抛售呢都在 Kraken 交易所上面。那 Kraken Bitstamp 这2家交易所呢，其实主要都是服务欧美市场、欧美的用户为主所以我们大家可能会比较不熟悉。那接下来的砸盘呢，我们就要看一下 Bitstamp 他们的地址还有交易量等等的状况，我们才能做决定。那其实我们在昨天呢，门头沟它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偿还。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总和我有帮大家统计了，现在已经门头沟有超过40%的债权呢，已经都分配给这些债权人了也就是这些抛压都已经兑现了。那你可以看到呢，在昨天门头沟又偿还一笔在 Kraken 上面不过偿还过后呢，我们并没有在 Kraken 上面有看到很直接的交易量，然后也没有看到 Kraken 有很大的比特币流出，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像我们今天亚洲时间的时候，因为门头沟也有很多亚洲的债权人，那等到亚洲人他们打开手机看到他们的 Kraken 账户里面出现余额的时候，出现偿还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进行抛售。我们也看到在比特币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出现了一波下跌。那其实这些消息面等等的，其实对于我们盘面当下的判断呢，其实帮助是很小的。对于盘面我们当下要做决策的时候呢，其实最能提供帮助的就是技术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其实现在呢，我们回测了63000左右的这个支撑，这个支撑它其实还算是蛮强劲的。我们之前也已经有过测试了。那如果再往下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到6万左右了。不过63000，我认为至少我们短期是可以来到这个位置的。那我们要维持我们这一波的上涨的走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上涨的量呢其实很够。那现在下跌也慢慢缩量了。我们下跌的时候，只要是缩量，其实就不用太担心，因为它就再怎么样，它就只是一个回调而已。而且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回调之前呢，我们已经上涨了25%了。所以其实我们整体来说，这个回调呢，它也只是刚刚超过了0.236，正在往382。我相信382是很有可能可以来到的不过再往下的话，其实就不一定了啦。因为你说如果我们要开启一波很强势的多头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回调也不会到太深。到小级别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线。当然了，我们是在直播的时候就有当时我们就有提到这个趋势线跌破，然后我们在小级别我们还有出现一个5浪的结构。那这个5浪呢，现在也是走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走一个 ABC 的回调。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其实很简单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其实以太坊的话，我们先看到比特币当时花了多少时间就找到底部。其实比特币当时我们花的时间从下跌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大概是12天左右，也就是接近2个礼拜但不到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是过了2天，所以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再稍微等待一下。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期望以太坊就要走得跟比特币一样，但是我们至少比特币当时的走势是值得我们现在拿来做参考的。所以我相信还会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好好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机会绝对是稍纵即逝的。我相信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种暴力拉盘，很快就会在我们这里出现。好，那以太坊的话呢，
我们在3200、3300这里有一个支撑，那现在已经跌破了嘛？那我们就到小级别再去寻找小级别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3000左右，然后3000左右这个地方是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很快就来到了啦。我相信再过几天当然我们前几天也会是砸盘最顺畅的时候。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样的回调这样的回调的话，我们也很快要来到 0.618 位，我相信618位也是很大的几率可以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再期待一下。好，那只要以太坊它的灰度抛售结束之后，我们能继续保持现在这种流入量，我相信以太坊它很快可以突破前高，很快可以来到6000、7000，甚至破万，很快就可以。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